500米悬崖半空竟有人居住，你敢信吗？那面岩壁的中间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湖北大山里一处叫神仙洞的崖洞，隐藏了太多未解之谜。石门的上方有2副石棺，洞口残存的人为痕迹告诉我们这里并不简单。就当我们艰难抵达洞口，形似太极图的阴阳树景赫然眼前，队友下到底部竟发现可怕一幕。什么？出大事了！快看，仙人洞呢就在那里，从这里上去有70多米的钉攀。据说洞口里面有2条超级大树井。今天的探险将会非常的有看头，大家就跟着我的镜头，我们去往神仙洞内部一探究竟，看看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秘密。负重40-50斤，徒步了7公里左右，一直急上，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来自500米悬崖高度的压迫感。这一家陡坡搞上来都已经非常的艰难了，然后还要钉攀75米，难搞啊！这里发现了好大一株红豆杉，它的直径差不多有10几公分，看到没？血红的曼迪亚红豆杉。然后这个旁边呢，出现了很多的黄杨木，这黄杨木都是一片一片的。仙人洞这个地方果然是有仙气啊，才能滋养如此多的珍奇树木。仙人洞就在那个上面啊，从那个上面掉下来的有东西，这是钟神做的竹梯，现在一碰就碎掉了。开线先锋户外孟少杰正在向上开线啊，在下面也看到了，那是钟神绑住的那些树棍啊，然后一直这样斜着差不多有60-70度的角度向着仙人洞而去。哎呀，难以想象古人在没有先进工具的情况下攀上这面岩壁，真的是令人佩服不已。怕不怕？有点点，还好。时间过去了2个小时，现在呢，副先锋户外向阳也上去了，他在一路踩点。我们的先锋孟少杰已经抵达了洞口下方。这很多人疑惑我们是怎么上升的吗？今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叫胸身，然后卡在胸身里面，把手伸，拉一下，胸身就上一步。就是这么上升的哈。现在我就到了第一个保护站，这里上来了40多米。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旁边出现了有很多木梯的残骸，用了这种很细的麻绳，然后绑了这个并不太结实的棒棒，这么一直绑上去的，简直是神人呢！这些上面是不能踩脚的。先锋已经将线开到了洞口啊，我们就进去看一下传说中的阴阳井是何模样。快点上来！什么？里面有个阴阳树井，有一个流水的，有个不流水的。阴阳井啊？对，然后里面还有一个罐子，还有个实心，天空上面有个水流下来。好，好，好，我马上过来了。我们从太阳升起的时候开始开了这条线，这时候太阳已经往西边去了，马上就要天黑了。这时候呢，咱们终于是抵达了这个仙人洞的洞口啊。可以看到洞口高约25米，在无人机里面感觉它很小啊，实际上它特别的巨大。进来之后呢，这里有一条差不多2.5米宽的甬道，一直往里面延伸，延伸到这里就发现了有，这是阳洞还是阴洞？阳洞。这边是阳洞啊，没有水流。在这个大树井的旁边有一条悬空栈道，往那个方向去的，那边应该是有一道石门，在那个方向也有一个阴影。在这边呢，咱们还发现了有这个，这应该是古人留下来的站子。后面那个更大呀？对，这有2根钢钎，一根钢钎，一根站子。大的叫钢钎呢，小的叫站子。好，下到这个树井，你们猜要怎么样？没错，你们猜对了。呀！哇塞，10米
时候才落地啊！通过我们投石问路呢，发现这个竖井是深不可测。这时候咱们随着这个悬崖栈道继续往那边走。孟少杰又在准备开线，进入这个黑暗的深渊，继续往里面前进。我们这时候在开线。看一下，这边发现了一道石门。过来一个罐子，我们过去看一下。哦，用一个水罐在这里接水。哇！简直清澈见底，放在这里不要动它。我的个天，这里又是一个大竖井呢！哎呀，太硬了，我们下去看一下。我的个天，深不见底的一个大竖井。我们看能不能找个小石头丢一下，投石问路，来，哎呦呵，哇，落地了，这时候才落地。传说中的阴洞，这个竖井的边边上啊，做的有这样一道石头的堡垒。不知道这是有何用途？看一下，石门就在这里，这上面还有一个天窗过去，而这个上面呢，就像一个人的舌头这样往下滴水了，滴到这个台子里面。我分析这个竖井下面有可能没连起来，因为它砌这个台子的作用呢，它就是为了把这个水啊从这个石门引到那边的阳洞竖井里面去。阳洞竖井能见光，阴洞是见不了光的。呼，下面就是一片漆黑，很深邃啊。而这边的石头堡垒，从这个上面的钙化物来看，应该是存在了很多年了。看这些，这个应该是存在了很多年了。包括这些古迹，但是这个罐子因为常年有水的冲刷，它上面没有钙化物。咱们看这个石门的上方有2副石棺，能看到吗？这方方正正的，打光的时候看的不是很明显。那边一个，那边一个，2副方正的石棺，石棺下面有一道石门。这就是我们刚才进来的路，从石门这里出去。就能够抵达阳洞竖井。现在老蒙在这里开好了线了。什么？下面有个人，被石头压住了。我的个天，出大事了！可以看到这里有水流一直向下，而且我身后就是一个大悬空。这2条绳索仿佛通向了一片虚无当中，下面完全看不到底，好神秘啊！下面老蒙在下面怪叫，有重大发现，悬空安全下降。能够看到老蒙的一点点的光。经过长达10分钟的下降，我们现在终于是来到了它的底部。我们看一下这周围，哇，它并不是一个平地啊，是一面陡坡。这明显是上面开凿留下来的石头。这是什么东西？哇，
又是2根铁签子，说明古人是倒过这个下面来的哈。这个上面有石头垒起的2道宝坎，这边有一网沙。这好像就是那个红白鼯鼠在这里做窝的这样一个草堆，又像是草木灰。往西南方的这条东道走向来看，它应该是连通了阴井，在这个巨大的山体后面还隐藏着一条向下的通道。我们现在继续向下。什么？还有地道？还有地道？就是老孟说被压在那个石头下面的，但是我只能打码呀，我不能这样直接展示出来，然后趴在这里了，从这个上面滑下来。这个时候来到了阴洞竖井的最底部，我们刚刚就是从那个上面打光下来投石问路的。这个下面发现了巨大的一个土坑，这明显是人为遗迹啊。那是个什么东西啊？这是本尊修炼的地方，看起来有点像个灶啊。这明显是被水流淹过的。这边应该是一个小坑，在那个方向也有一个小坑。你发现了什么？这边也有。我的个天哪！这个竖井不干净，给人一种很强的压迫感。包括这个下面，这里也有。这骨头最终的走向都是通向了这个地道里面。在雨季的时候，有很大的水流冲下来。现在三观哥已经进入了这个洞道。哇，摔了一跤。可以看到这个旁边呢有一个取水池，这是非常纯净的山泉水啊。这个洞道并不高，人可以勉勉强强的站起来。这里是盲洞，主洞道在三观哥的前方。咱们继续前进。哇，看这里有一道石门，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是土匪寨的核心部位啊？哇，这下面有一个大厅，这个大厅很宽阔啊。前面有流水声。哦，有流水声。对，应该连通了地下暗河。哇，这里下去有一个断崖，下面就是地下暗河。这个洞腔好大呀！有人吗？没人啊。我们从这里开线布绳，继续下降。这应该是一个放背篓的座子。哦，估计要从这里下。要从这里下。嗯。哟呵！哇！正在生长的蛋黄石，上面的石块啊，被水流给冲下来了，在这个暗河里面被冲得七零八落的。哇，瑶池仙境啊，非常的漂亮。咱们继续深入。这个洞道在这里变得平缓了，而且上面呢是一个峡谷，非常的好走啊。这里面一个人为的脚印都没有，整个是非常原始的状态。这个暗河在这里呢，就出现了向下的叠水。哇，我特别喜欢把这个电筒放到暗河里面，因为这种景象真的非常的漂亮。这个泥土被水勾勒出了时间的印记。咱们继续前进。从这里下去有一个小断崖，风呢从这个上面降下来了啊，可以看到这下面依然是这样的云盆，而且这个洞壁上面呢有非常漂亮的钟乳石。咱们继续前进吧。
看这根钟乳石，洁白如玉。像这个地下暗河洞道了，能出现名贵药材的几率并不大，但是这个不影响我们探索的脚步。哇，好漂亮啊！像一滴蓝色的眼泪。一路下来都是这样层层叠叠的云层。哇，好漂亮啊！这个，哦，大家看，好漂亮啊！这个下面呢，河道变得越来越窄了，然后在这个旁边出现了这样一幕，哇，像不像玉雕师傅在这里精雕细琢？哇，做出来的手把件儿。下面呢就是地下暗河，但是在那个方向啊，一个非常漂亮的钟乳石，我带你们过去看一下。我不说它是钟乳石，你们一定以为它是冰条。看到没？好透啊，真的是洁白如玉啊！但是这个下面有断痕，这个应该是涨大水的时候啊，这个石头冲下来，把这里给撞断了，感觉还挺可惜的。哇，太漂亮了！这个地下暗河呢，就在这个下面，咱们可以随着地下暗河继续前进，因为这个前面呢已经没有洞道了。走，我们进入地下暗河。又看到了这个亮晶晶的一幕。哇，大家看，这一直上去都是，好漂亮。现在我们从这边过来，这里依然是漂亮的云盆，然后这个下方呢出现了一个小断崖，深度未知。这个左边呢，哇，看到没？有水这样下去了。你看，这里下去非常的狭窄，可能人是下不去的，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去征服那个断崖，但是现在没有绳子，哇，怎么办？没有绳子了，征服这个断崖。这里出现了一个小奇观，哇，很漂亮。我已经从这个断崖上面下来了，现在三光哥哥正在下。这个下面呢，依然是一个深潭啊，有幽深的洞道，咱们继续前进。这里是阳谷暗河的汇集之处，从这个上面呢有一个泉眼下来，这上面有一个天生石桥，前面依然是一个峡谷。走吧，继续深入。走过了这个长长的裂缝呢，这里水流变得非常频繁，而且这里全都是泥土封起来了，看到没有？这一整片都是。然后这个前面呢，暗河应该是出头了，没有洞道了，兄弟们，兄弟们，没洞道了，没洞道了吗？对呀、暗河到了那里呢，就已经完全结束了。哇！下面帮我拍个镜头。这个里面并没有发现土匪的遗迹，也没有发现名贵的药草，所以说这应该是当地的人啊，没有经过这个洞遐想出来的一个美好的夙愿。现在呢，咱们原路返回，因为现在已经晚上8点多了，肚子饿得咕咕叫。哇，天已经黑透了，这个望天洞呢就彻底探明了。在下面并没有发现这个老人说的名贵的药材，现在还在爬绳子。我现在挂在了保护站上面，大家一定不要模仿啊，这是安全操作。那么本期视频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感谢大家观看，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探险之旅。拜拜。建于悬崖半空的古代铁铺，你见过吗？这是位于重庆大山中的一处清朝古寨。数十年前，有药农设法进寨，不慎失足摔落悬崖。寨子内部工事及深度不为外人所知。我们利用安全装备，终于抵达铁匠寨内部，嗅及斑驳的怪异器具，究竟有何作用呢？看起来有点像那个降魔杵啊。真的是10万大山呐、好热啊！
携带了有这个锁匠装备和绳索，所以每个人都背得很重。准备我们的装备，从这里开线布绳，看从这里能不能横切到那个铁匠寨里面去。这是结实的哈，可以看到。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绳子给弄在上面，打一个双套。双套配布林呐，不行也得行。安全，安全，安全！准备开口。通过绳索的保护，已经来到了悬崖的侧面。这个下面就是万仞绝壁啊，好大的风啊！我们接下来呢，就要从这里这样横切过去。这个前面完全是站不住脚的。据说以前有2个人想进这个寨子啊，最后是从这个位置给掉下去了。当地人是这样说的。横切了50多米，能够看到那边有一个洞口啊。2道保护，我们看一下下面。哇塞，特别的高哈。这里有一条这个野兽经常走过的小道，好多这个黄姜啊。这个相信在农村的小伙伴小时候都吃过这个东西。它是生长在这个峭壁之上啊，土壤稀少。我们现在继续前进，盐防风，大家见过吗？这个可是比较名贵的这个中药材料，这个应该是长了10几年了。那边有那个人工啊，将那个石头码砌的那个非常规整的石门。在这个洞口的旁边呢，有一个石碑，这个石碑上面刻的有一些文字啊。同治壬午年7月上旬，这应该是这个李铁匠啊，他在这里一是打铁啊，二是为了避战乱修葺了这个寨子。农田里面还有好几个人望着我们在，因为我们穿的是红色的衣服啊，所以特别的显眼，下面的人都看着我们的。然后这边呢，可以看到有3个大青石啊做的这样的门框，这里呢是一个门橱，对应的上面也是一个门柱孔。我们再推进来看一下，这都是做好了安全保护的啊，非常的安全。这个里面有一个人为开凿的通道啊，这样进去了。那个里面能看见有光，下面是有窗口的。这里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可以看到这地上了，它的石头啊，有被开凿的痕迹，这边有这个细砧子雕凿的痕迹。这里为什么要开凿这样一个甬道呢？因为上面的石壁啊非常的低，不方便人通行啊，所以呢才开凿了这样的走道。嘿，这里面好像有几层啊。这里有台阶往下去的，走，下去看一下。哇，哇，那是什么？这是麻绳吧？哇，这根绳子吊在这里有点诡异哦。这里好像还有字，知不知道为什么挂在这个洞顶呢？上吊了吧？刚刚看到了麻绳在这里啊，我们是从这里进来的，可以看到这里有人工修凿的一个平台，这里下去是1层、2层、3层、4层，那个外面就应该是悬崖绝壁了。这每一层的这个空间并不大，差不多只有10来个平方。这个地上黑乎乎的，这个是夜明砂哈，也就是蝙蝠的飞沫。这个里面应该是以前那个李铁匠用来打铁，然后留下来的炉渣。这里还有青花碗呢，好多碗渣。这应该是当时炉子里面刨出来的炉渣。这里有台阶向下去的。这里面跟我们预期的不一样，我们以为里面是有洞道的。实际上就是非常窄的一个空间。据说那个李铁匠啊，在以前呢是当地有名的一个
算是法师还是什么，就是传说啊，会一些那些什么什么树，茅山术还是什么。这里还有这个线麻。我们不是老听一些老人介绍吗？说哪个天坑很深啊，用几两线麻才可以，那个放到底，就是说的这种。这个线麻的，它的那个皮呀，这个皮，它是可以做绳子、做草鞋用的。看，纤维感很足。这个线麻下面是一个土堆啊。那么这个土堆跟刚刚那个洞顶悬挂的麻绳有没有关系呢？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大洞的洞口，哇塞，这下面很高啊，但是有一些植被看起来就没那么危险。嘿，那个林子里面，刚刚我们进洞的时候看着我们的，这时候还在看着我们的。看稀奇啊，都喜欢看热闹。这个寨子并不深，我们就在这里玩一下地骨牛，玩一下。这个大家小时候玩过这个吗？这个看起来有点像那个降魔杵啊，就是以前那个抓鬼的那个高人用的那些法器，道家高人，有点像那个降魔杵。那到目前为止呢，这个铁匠寨我们就全部探明了。在里面呢，确实是发现了有那个我还不认识的那个铁器啊，放在那个壁龛里面，然后还有一些炉渣呀等等一些，但是并没有发现太多的遗迹。我们只是探险拍摄，并没有对那个就是地下进行挖掘，拍摄。遵守法律法规，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探险之旅。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啦！我去！山洞深处燃烧1000年的火焰柱，你见过吗？火焰柱真的存在。这处旷世奇景出现在绝壁万丈的悬崖之中，洞口隐约发现上古阁楼。当地樵夫直言，轩辕大帝曾居住于此。此处是仙境3个广看宫，轩辕曾在此立下万世功。神将其中会发现多少蛛丝马迹呢？散落一地的骷髅骨骸又牵扯了怎样的历史谜团？穿越4000年前的远古密道，揭秘这个不为世人所知的悬崖密洞。这里有人工开凿的痕迹，这有站纹。要去探索的洞穴了，就在这个悬崖中间。它叫轩辕洞啊，这个架子是否就是轩辕大帝曾经睡过的木床呢？接下来我们就从这里迂回上去进行一个100米锁降，根本就没有路，典型的火山岩。这里还发现了年纪非常大的这个岩川兄，看一下有多少节，最少是几十年了。每次探索这种洞，心里是非常忐忑的，因为毕竟那种悬崖洞都是几百年来没有人进去过，那说不定里面会有什么大蟒蛇啊、怪兽之类的。就在这下方，就在这里啊。对，我去，这我有点怕哦。好高啊！行军已经将线开好，我们决定上下其手对这个轩辕洞进行包抄。从上面往下降的呢是4位同志，下面往上来的还有6个人呢。所有的操作呢都是在保证绝对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的安全探索，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先锋传来消息，在那个崖洞里面果然是发现了一些木架子的存在。如果这个轩辕洞里面的木架子真是轩辕大帝居住过的话，那么这个洞穴住人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5600多年前。如果事实真的如此的话，那么这又是一次全新的发现。大家期不期待了？接下来呢，就随我利用安全装备，我们继续下降，马上就可以揭开轩辕洞之谜了。已经有3个人进入了洞口啊，那个站在大树上面的是坏脑鬼，现在正在向洞中进行横切。这景漂亮吗？然后轩辕大帝要真住在这里的话，那也算是风景如画的好地方啊！能看到吗？那白色的就是前溪探洞王。你来吃什么好吃的？吃馒头啊！好的好的。有木楼吗？
真的是轩辕床啊！里面有房子，好像是金丝楠。经历了9981难，我们来到了轩辕洞的洞口。哎，你不要把房子搬倒了。啊，轻脚轻手的。这个据说已经存在了5620多年了，正儿八经的古迹。在那个岩壁上面，我们发现了一些文字的痕迹，它像是毛笔写的哈，3首7言4句的这种诗句啊。这边还可以看到有民国24年，也就是说在民国的时候曾经是进来过人的哈。那么这个洞的历史最远可以追溯到什么时代呢？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诗，在这个山下遇到了一位当地砍柴的樵夫，他是这样说的：这个洞哈，此处是仙境，赛过广寒宫，轩辕曾在此啊立下万世功。那么他说的立下万世功，那么我们可想而知，他是不是在这个里面创造了《黄帝内经》呢？这时候呢，我们就到这个洞中深处啊去看一下，里面究竟有怎样的遗迹。这个是青冈树，我原先以为这个是金丝楠木，实际上并不是的哈。因为青冈树呢，它这种材质啊，可以存在很多年不被腐朽啊，不被侵蚀。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哈，在前期探洞王的后面呢，它是一个典型的双层木架床，这个前面还有办公桌什么的，以及这边的这个三口罩。我操！出了一点小意外，翻下来了。所以说探洞有风险。一个双灶，诶，这是什么？我去，这是个对窝。这个灶怎么这么小？难以想象，这差不多只有22公分左右。这边也是个灶，这应该是很久之前呐，轩辕皇帝，我猜测是这样，轩辕皇帝在这里做饭用的一个灶台。那个时候还只能用这个对冲米哈，可以看到在这边呢有一个木架子，然后这边还有2口比较大的灶。这个灶我们看一下有没有造型图，有造型图啊，红色的，说明这个灶曾经使用过。然后再看这边是什么样的环境，我去，好高好高，好怕！可以看到这个下面呢，就是传说中的南沧江，这个也是湄公河的上游。我们这时候呢，看完了这些遗迹，就决定向洞中深处前进，看一下里面是否能够找到《黄帝内经》的原稿。现在我们从这个小的漏斗这样爬上来了，哇，这边出现了一个形似南天门的钟乳石，有人为开凿的痕迹。这里要经过一个小洞口，一眼望不到头，非常的深邃。裂缝高约8米左右的宽度，在1米左右。来看这个钟乳石，透出了一丝诡异。宝妹儿不要怕，向前冲！我去！哇！有骨头！这样，我去！看这个地上，这全都是。这里还有一个洞道，我们继续往下探索吧。看一下，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又是一个天生桥。快过来！这明显是一个人工开凿的甬道，然后这样一直进来了，都是一些钙化物的沉积。哇，钻石！兄弟们，又一次发现了这种洞穴里面的钙镁离子结晶体，像钻石做的金山一样。所以这个石头长得很有特色。从这边过来，洞道又变窄了，好像是没有洞道了吗？有洞道。里面好像有风。有风？有霞管效应吗？好像是有风。这里非常窄。又是一个大厅。
这边过来。哇，一个这里有人工开凿的痕迹，它的宽度可能在35公分左右。要是不测着绳子过不了。哇！哇，广寒宫！这老人说的打铁杆应该就是这根哈。好嘞。此处是仙境，赛过广寒宫，轩辕城在此，立下万世功。目前我们真的是找到了这个犹如瑶池仙境、广寒宫般的旷世美景，但是目前还没有找到轩辕城在此居住的证据。我们继续前进。无法想象，在一个100米悬崖之上进一个洞啊，进来之后竟是这般景象，真的是太难得了。这边有一个大峡谷吗？前面是个大水潭，对面的。游过去。这时候我们在排队过河，这里才是存在着赛过广寒宫般的奇美景色。我们看一下对面的钟楼石岐石幔，看着已经存在不下1000年之久了。这也太美了吧！就是袍哥撅着屁股有点煞风景。好美啊！这也太漂亮了。这个前面是什么样的环境？前面是水潭。我去，这有点深哦。这里应该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悬崖洞了。我现在走到这里，我都不记得我们还有几百米的绳子要爬。哇！啊，燃起来了，燃起来了！快看，起来了，起来了，光上来了。这是一个水火交融的状态，下面就是水，水里面有很多石灵芝，在边上就是一根像火在燃烧的这个柱子，特别的神奇。水下几十米，发现10年前离奇失踪的民船。靠近船体卧室，遇见可怕一幕。接下来随我镜头，看你能发现多少诡异之处。这时候已经来到了这个沉船的上方。潜水电脑显示啊，这里温度在29度，然后我们准备在这里进行一个43米的下潜，看最终能否找到这个传说中的沉船啊！话不多说，开整。连续下潜中，穿越12米的浑浊层，什么都看不见。总算穿过了浑浊层，现在视野逐渐变得清晰，水深来到了14米处，继续下潜。火妹儿发现了一把完整的钓鱼遮阳伞，不知是哪位钓友遗失的宝贝。水深来到了23米处，光线变得越来越黑，还好有潜水手电，不然队友丢了都不知道。猛一抬头，突然发现沉船的影子，不知是不是当年丢失的那艘船。环绕船体一周，这艘沉船足足的有20-30米长，昏暗的水底没有任何鱼类活动，心里有种莫名的紧张。发现了一个类似卧室的船舱，里面发现了一个床垫，空间比较狭小，进入有点风险，寻找一下看有没有进去的通道。只看到床垫，没看到被子和失踪的人员。空间太狭小了。
最终，我们决定进入船舱查看船体内部情况。由于时长原因，内部环境下集展示。你听过冤魂不散的故事吗？大山峡谷频频发出鬼哭狼嚎。哇！这里是湘桂交界的大山深处，无人机靠近发现龙洞古寨存在神秘石门。是它的山寨门，灰1分，入河沙，黄土2分，用糯米、杨桃藤枝活匀，轻铸坚固，永不毁坏，名曰三合土。当我们探险队通过石门，破烂的草鞋、完整的烟灶、插满香签的祭台，看起来是那么的诡异。接下来随我深入其中，看看古人在这里都留下了什么。芝麻开门！做好安全保护之后呢，就准备下降这面岩壁，看一下龙洞古寨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秘密。我们在这里做了自然锚点，看一下后面，继续下降。我脚趾的那个方向，能看到一点城墙，那个就是清朝古寨吗？成功到底，看一下，这就是100米悬空的感觉。看我们这坑人的先锋，他将这个线开在这个活麻上面，我一下把我的屁股啊，我钩子，哎呦，一下坐到这个活麻上面，好痛啊！可以看到，这就是龙洞。大家在野外游玩的话，一定要防火、防蛇、防活麻呀，这搞一下受不了。这个古房子就是一个小单间呐，曾经应该里面有隔断，因为这里看过去有3个窗户，那边还有一个圆形的拱门。这个是三合土吗？一个古墙，这里面面积并不大，可能就一个4米的5米，20个平方，一个小单间。虽然说看起来很像水泥，但实际上并不是的，这个就是三合土。我们眯一点下来看一下，看到没有？这里面明显能看到石灰。天工开物里面有记载啊，灰1分，入河沙，黄土2分，用糯米、杨桃藤枝活匀，轻铸坚固，永不毁坏，名曰三合土。好了，现在我们就去往向阳那个方向，看一下那个圆形的石拱门背后藏着什么秘密。哇，好多活麻草，要小心呐！看，这里面也是用三合土填的缝。站到这个门口就有很大一股凉风吹出来。这是用的大青石，采用了石仿木做的拱门结构，它用的是5块大石头形成了外面半圆形的圆拱，还有这个曲线型的网线纹。这样进来呢，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门柱孔，上面有2个大石板，这是它的山寨门。这个里面比较粗糙，也从这里上来，这个城墙在不毁坏的时候，应该高约10来米。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旁边的大斜面上面，也有一段残垣断壁，曾经这里应该是封的一般高。它将这个后面的空间完全独立的分开保护了。这里做的有台阶，让我想起一句诗：苔痕上阶绿啊，草色入帘青。这样一直上去了，这上面又出现了一个石坎子。曾经它在这个寨子内部，在这个位置应该做的有一个瞭望台，用于观察下面的情况。看那边的残垣断壁，还有那个斜坡上面还有小台阶啊，这样蜿蜒而上的。我们继续向上走，这个下面有一些散落的骨头，这边有陶罐，这个看起来是100多年前的东西，清朝末年的产物。这个地上有一些碎柴渣子，也有一些骨头渣子。哦，看这个，是不是人为开凿的？就像
很大一个面包，嘴去一下咬掉了之后留下了齿痕。一路过来，我们发现了很多遗迹，这个地上琳琅满目的陶罐、瓷器碎片。这里好大一扇石门呢、颜色区别很大，笔直的石门。看一下这石门封锁的背后究竟隐藏了怎样的秘密呢？看到没有，这个石门开了一点点小缝哦。哇，上不去了，上不去了！芝麻开门，从这里上去看一下。哇，再过去看一下。哇，这里很矮，有蝙蝠在飞。看，现在我们来到了石门的后面，石门的后面就是一个盲洞，好大一个裂缝。那边没有洞道。发现了一只古代的草鞋，这个是用那个棕绳给编织起来了，看起来被穿过很久，一直到穿烂了之后它才换哈。这个下面还有曾经沾的泥土，不知道这只草鞋的主人现在身在何处了。我们现在退回去，继续寻找其他的出路。看这个被水牛溶蚀的石灰岩，千奇百怪，满目疮痍。有可能当地人听到这个龙洞古寨里面传出的巨大的轰鸣，就是来自于那个地下暗河消水的声音呢。因为在这个上面呢，咱们并没有发现太多的无法用科学解释的景象。我们这样过来，我发现一个石柱特别像一个人像，然后转过来了，发现那个石柱顶上被红布给缠上了。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在这边发现了有这个镶嵌子，这里发现了镶嵌，你看到没有？这个地上好多镶嵌香烛啊！看这里，这么多，不知道这是用来干嘛的。还有这边有2个年过灶。这是2个使用了多年的灶台，看这个造型土的颜色，我们就可以推测出来，它至少使用了不下10年的时间。这里，哦，我知道了，看这里还有这个硫磺，这里有香有硫磺，应该这是以前做香的一个地方。这边应该是跟那个太平洞一样。里面做的有一个火药池，古火药生产基地。还有没有其他的洞道？没有了，这边我看了都是盲洞。都是盲洞，这里还挺险要啊！来者何人？鬼见愁是也。江湖人称鬼见愁的鬼见愁吗？我们这时候又回到城门这里，那龙洞古寨了，我们这时候就全部探明了。里面并没有发现别的洞道。下次我们再过来探这个消水，看这个瓦罐。拜拜。宁过鬼门关，不下神塘湾。采药去救人，切勿过阴门。这里是湖北大山里的一处神秘天坑，当地人称神塘湾。100年以前，采药老人曾透露，坑里有世间罕见的奇花异草，且有阴阳2门。进入峡谷都会听见冰嘶马吼，万万不可进入其中。那么阴门的背后是否藏着人间炼狱？跟随我的镜头，一窥端倪。靠近神塘湾的田地因此荒芜。现在呢，咱们就来到了这个长乐坪神塘湾的口面。这时候，我们的开路先锋户外行军已经将线开下去了。从这里望下去，虽然是密林哈，但是穿过这片密林下去就是垂直的深渊。刚才大家在无人机里面也看到了。那么这次我们下去就主要是为了探明这个下面有敲锣打鼓的声音是如何产生的哈。正在向下面进行速降的是户外向阳。
户外向阳前面是户外阿志，再是户外小蚱蜢，再是户外行军蚁。神塘湾的下面呢是一个巨型的天坑，然后周边呢有很多水流，地表水全部冲进去了。这个天坑呢可以说是深不可测，当地的老人小孩啊都不敢到这个附近来，就连当地的采药人都不敢靠近这个神塘湾半步。那么下面究竟隐藏了什么样的秘密呢？请跟随我的镜头，我们下去一探究竟。经过了多级升降，我们来到了它的一个相对平缓的平台。咱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朽木上面长满了这个圣经茶，这么名贵的植物居然没人盗采哈，可能是因为这里地势太过于险要，没有人敢到这个下面来，因为这里稍微失足的话，就有可能会跌落万丈深渊。在我们这里非常的珍贵，基本上要1000克一斤，原来是500克一斤哈。我们这里都是1000克一斤的。在这里继续下降。在这里发现了有很多这个菖蒲、石菖蒲，这个也是比较名贵的中草药。后面阳光能照到的地方是越来越少了，有一股寒气从那个洞里面透出来，感觉非常的瘆人。继续下降，在这里发现了这个非常少见的天青地红3变莲，这样大家能看到吧？刚刚冒出了头。长得不是很大，这个它的根茎哈，在把它折断之后，它会形成3种颜色的变化，所以叫它3变莲。做好了安全保护，我们即将迎来垂直升降。这时候可以看到，行军蚁依然在下面开线，下面还是无底的深渊。这时候站在最前面的是户外阿志、户外向阳，可以看到下面升腾着很大的雾气。然后我们再看顶上，差不多有接近200米的高度，即将抵达神塘湾的最深处。大家点个赞呗！正对面有一扇石门，这个石门是大门套小门，这个应该就是当地老人说的阳门。在对应的这边呢，就是阴门。阴门这边是1年4季都晒不到阳光的哈，非常的可怕。那里就是户外行军蚁哈，大家能看到吗？从这里过去还有接近200米的这样的深度。在这个位置还发现了有这个五灵子，这个是红白无鼠的粪便哈，还非常的新鲜。这个绝壁之上，这个天坑底部，怎么还会有五灵子的存在呢？它不是只会滑翔了吗？这时候呢，咱们就从这个深渊口面啊，垂直降到了这个深渊底部。我们看一下，这个下面没有。等你来开线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下面的面积呢，差不多是300来个平方。这里有很大的这个阴沉木啊，就是从上面掉落下来的树墩子，不知道是不是阴沉木。我们这时候呢，去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更深的洞道。这个下面呢，它的水流是自然向北这样流过去的，前面或许还有更深的洞道。我们继续前进，沿途都是这种比较大的树兜子。听说猫的要下雨，不能摸哈。不能摸啊？对，摸了要下雨，到时候出去到时候下大雨，我们出去了，我靠。这里需要游泳哈，自己注意安全。我们准备从这个水潭直接踩过去。这个水真的是很酸爽哦，它是这种踩在里面，骨头都会感觉变脆了的感觉。冰棒。现在通过了这个水潭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就进入了它的阴门，这边特别的冰冷啊，完全看不到上面的那个洞顶。冷吧？好冷啊！我们继续深入。哇，真的是太酸爽了，冰冷刺骨的河水指引着我们继续前进。因为现在是难得的窗口期，这个下面没有发洪水，所以进来一次非常不容易啊。哪怕是遇到再大的困难呢，我们也会去克服它。哇，这真的是一个深渊呐！太吓人了，这个峡谷。这个应该是神塘湾里面的鬼门。
如果当时能发出这个冰丝马吼的声音，应该是从这个洞里面发出来的。哇，继续前进吧。哇，踏上了新的旅途，我们必须跑起来，才能保证自己不失温哈。行走在这个暗河峡谷里面，有一种穿越那个无人区的那种感觉，因为周边你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的回音。哇，好大的洞腔！这种感觉就是在那个晚上啊，走那个河道一样。晚上大家在河里面摸过鱼没有？就是这种感觉，只不过这里没有水。看，就是洞口一点点水，把我们身上全部搞湿了。但是里面呢，就是非常的干燥，根本看不到一点水流的迹象。诶，这个地上，这里面有野兽啊！宇哥，这里有野兽！哇，发现了什么？这里明显可以看出有巨型动物在这里踩的脚印。哇，对，这是一个脚印。这里面说不定有怪兽。难道真的有怪兽吗？看那两个石头像不像人为的？这两个石头像……哇，上面有多高？头上的那两个包，就像一个……哇，好高啊！看不到洞顶，主要是这个顶太高了，根本就看不到这个洞顶。里面是雾气弥漫，不知道穿越这个阴门峡谷，最后会通向何方。这里还有汉白玉的碎块，从洞顶崩落下来。这边去。咱们在这个河道里面发现了一根青冈树，这个可能在若干年以后就会形成阴沉木了。哇，全身都在冒热气。消水的这个方向前进好。收到。好大的洞腔！这里是一个椭圆形的穹顶。一般出现椭圆形的穹顶呢，这个洞道就要变得低矮了，因为它上面的这个岩层是一层一层的剥落，最后在那个岩层相对稳固的地方，洞道就会变矮。继续深入。哇，这个石头里面，石灰岩里面好多这种汉白玉啊！这有很多这个崩落的碎石块，有可能当时那些老人听到了冰丝马吼的声音，就是这些石头发生岩爆崩裂，撞击水流啊，或者是水流过回水湾撞击岩壁时候产生的巨响。我们分析是这样，因为目前来说，我们还是没有听到格外的声音。这里面是一点人为痕迹都没有，应该这么大的洞穴里面会有古人熬硝的遗迹，但是目前看起来我们并没有看到。哦，看这个平地上面突然出现的这样一个凸起的小石头，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径山，就是中国最矮的山？哇，洞到这里只有10几米高，地上的泥土呢也是相对松软。从这个松软的泥土我们可以看出，可能在几年时间，这里都没有被水淹起来，它的水流只到了河流这个部分。这应该上一次水淹到这里还是98年的时候。哇，这里像一条龙脊一样。哇，看我们现在就像走在龙背上一样。穿山龙，看这个干涸了多年的沉积土，上面像那个乌龟的背上一样，龟背纹。有可能前面变成了伏牛。
哇，看这个洞顶好漂亮，水冲石。前面应该发生过堵塞，如果没有堵塞的话，它这个泥土是无法沉积的。咱们从这边过来，洞道变得只有2、3米高了。这时候这个沉积土和这个我们脚下踩的河沙坝是合为一体了。这个前面一定是发生过堵塞，所以在后面呢才会形成这种沉积土。因为外面的山洪冲进来都是浑水哈，它在前面形成了堵塞了，这个水流在这里就变得平缓，它那个里面的含的泥沙呢才会再次沉积。哇，这像是人建造的坎子一样，看，这就像人修的一个3轮车道一样。但是这个下面是绝对不可能有人为痕迹的。哇，好像水流在这里沉积了很长时间，这预示着洞道要结束了。看一下前面究竟是什么情况？看一下神潭湾的阴门究竟通向何方？好，丢在这里，我们先去侦查一下。丢掉了负重的东西。哇，这里又是2根银层木，发现了2大根银层木。洞道变得可能只有1米高，全部堵在了这里。哇塞！再来一次大水的话，可能就堵起来了。还可以往前爬，继续探。哎呀！主要的没动到了。哦，这里结束了。啊，结束了，确定。没有了，洞道。把河沙刨一下还可以过去。可能这些石头剪开的话，但是剪开这些石头是一个很大的工程，要3年。所以我们决定原路返回。到目前为止呢，这个神潭湾阴门洞就全部探明了，在里面呢，并没有听到老人说的那个冰丝马吼的声音，有可能就是这个岩壁啊崩落石块产生的声音，这个大家并不要害怕哈。好了，那本期视频呢拍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探索之旅。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预备 ，Go！ 1, 2, 3, 4, 5, 6, 7。还在想，10几秒吧。这是一处法国人都未能成功探底的垂直深渊，地处重庆南川，当地人称其为无底洞。每逢雷雨到来之前，深渊口面吞云吐雾，十分可怕。受当地旅游部门邀请，我们在此集结，携带专业设备探底实拍。想不到底部竟发现了1000年巫布和万年古生物化石。这次我们一共带了500多米的绳子，要是500多米还搞不定的话，那就要回去背绳子了。这里看下去非常的恐怖，不知道这个无底洞的具体深度究竟是多少？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任何一波探险队能够下得这个深坑啊！我们今天呢，准备挑战一下，准备下入这个竖井，看一下下面究竟藏着什么东西。老驴子大哥开线啊，在这里做了一个原始锚点啊，在那里做起始锚点。我最后想，我直接把绳子砍了算了，我操！做好了保护啊，我们来到了这个天坑的起始锚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下面是什么情况。好嘞，已经准备好了，能看到队友的灯光。老公，你现在在啥子位置？我现在在200米的位置，刚好是2根100米绳子的连接处。200米深处照上来的灯光啊，非常的漂亮。
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就是这个让当地人闻风丧胆的垂直漏斗天坑。这个天坑呢，根据先锋所说啊，下去还有10多米就到底了，但是绳子不太够了，已经用了560米的绳子。我们现在是用对讲机沟通的。据说下面用电筒看了一下，有一个平洞道，而且右边呢有一个竖井。我现在呢带的是60米的绳子。好了，我们现在开始安全下降，大家一定不要模仿。10岁了嘛，用你的扳手紧一下。对你沿路下去检查一下锚点，有14的螺丝。通过50多米的绳降，我们来到了第1平台。我们看一下下面，这里有一个槽子下去，队友继续在向下，下面依然是无底黑洞，在冒着很大的雾气，继续下降吧。来到了100米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阳光是越来越少了，下面依然是冒着很大的雾气。现在我要换锚点了。这一带下去呢是200米垂直悬空，但中间还要换绳子。现在我们继续下降。经过200米垂直悬空，我们下降到了这个平台这里，这里望上去只有点点星光了。我们看一下这个下面呢，它是有一个平台，平台的外面又是一个大竖井，这个竖井可能有80来米。我们继续下降。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面发现了有这个鹦鹉螺的化石，可能越下去的话遇到的化石会越多。我们看这个左上角还有一个阿门礁石。过了这个平台这里，这个下面又是垂直悬空，不知道这一层下去有多高。现在我是下降了380米左右，挂在了安全站上面。我们看我们来时的路就像一轮明月一样，只有点点星光了。我们从这里看下去，到老驴哥那里差不多还有60多米的纯悬空，我们继续下降。咱们看这个水流将这个洞壁上面冲刷的特别光滑，然后再看我前面呢，依然是往下的垂直悬空，我们继续下降。还是看不到底吗？据看守洞口的队友传来消息说凌晨2点有雨，我们这时候必须尽快下到洞底，尽快返回，不然会发生危险。对了，我上天回廊的话了，早上喊了好几。哇，垂直向上的。这个天坑已经刷新了我们记录，可以说是真正的无底洞。已经成功到达底部，这时候生个火烤一下，全都冻僵了，手指都冻僵了。快看，我在这里发现了一条鱼的化石，看到没有？不过是残缺的哈。咱们在这里做了一个保护站，从这里下去了，还有一个小断崖，就正式进入了地下河。现在队友他们都下去了。队友说在前面发现了阴沉木，我们下去看一下。哇，真的有，在这边。我来用石头给它敲一下。哇塞，看这个是黑色的，木质特别的坚硬，应该是青钢木的哈。我们继续前进，看看前面还有什么好东西。右手上面爬了，所以这前面又要锁江了吗？这是，我的天哪，又是7、8米高的一个断崖。先锋老驴哥这时候正在开线，这下面有一个大水潭。快看，我们通过这个水潭之后，在这里发现了一根阴沉木，非常的结实啊，而且这个可以做个小把件。这个就是传说中的乌木，这是青钢木的哈。小伟，你快来，有重大发现！什么东西？